Hello， 大家好，我是 C 姐。那这次拜托我们设计的呢，是一对来自于深圳的夫妻，两人都在国企工作。那么刚刚买了一套精装房作为婚房，女主人有非常多的衣服、鞋子、包包，还有化妆品，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帮她合理的规划。另外，这个房子在空间布局上也有让人非常头痛的地方，接下来也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具体是如何解决的。这次的房子呢，是一个115平方的3房2厅。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平面布局，这边框出来的是客餐厅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是非常大的。那针对这个大空间要如何布局、合理利用，也是业主比较头痛的地方。房子已经全部都装好了，那我现在呢就带你们来逛新家。我们这次的设计风格呢是美式轻奢风。美式轻奢风所包含的一些代表性的元素，包括像大理石、玻璃、金属、镜面这些材质呢，本身就具有奢华的气质，可以为空间带来非常丰富的层次感，从而彰显出一些高品质的生活格调。那原本的电视背景墙呢，就是普通的大白墙，我们就建议屋主做了一些硬装的轻改动，增加了一块白色的大理石，还有线条框，再加上一个非常有设计感的美式风格的电视柜，从而去增强整个客厅区的这种美式的带有轻奢质感的气质。那很多人会问我说 C 姐，我想让我的家看起来更加的有质感或者有设计感，应该怎么做呢？那可能会有人说，就电视背景墙多做复杂一点啊，多用一些材质来做堆叠啊。那其实从我们软装的角度来讲呢，我认为家具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家具在整个室内空间中占的面积非常的大，而且它有非常多的材质和造型，所以一款好的家具是能够让整个空间看起来更加的有质感和气质的。就比如说我们这次挑选的这个主沙发，就是明显的是这个空间中一个绝对中的主角。我们是特地找了专门做美式家具的出口的外贸商帮我们定制的这款沙发，那它采用的呢也是进口的丝绒材质。大家可以看到它上面是有镶嵌这样的黄铜的金属条，就可以让整个单品看起来非常的高雅。另外像扶手啊，还有靠背上的这样的一个褶皱呢，它都是人工一褶一褶的折出来，再用这样的黄铜金属针去固定的，非常的费功夫，但是可以看到它的效果非常明显的。只要你的空间中有一件这样非常出彩的单品，马上整个空间看起来就非常的有格调和有气质了。因为这一次客厅面积比较大，所以我们采用的呢是一个3+1+1的形式，用了2款单独的单人沙发椅。那这一款单人沙发椅，我个人也强烈的推荐。首先它的一个设计呢，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美式设计，上面也是用到的丝绒面料，挑选的是一个姜黄色，可以看到那种丝绒自带的光泽感，非常的漂亮。那它的脚呢，也是这种金属拉丝的工艺，看着就很有质感。比较特别的一点是什么呢？它其实是一个转椅，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么平时你在空间中呢，就完全就是很自由，而且很多人会喜欢就是靠背高一点的一个沙发，那这款单人沙发椅就很适合。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脖子是完全可以靠在上面，那当它转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真的好舒服，好像一整天的压力都已经消散了。那这次这个客厅的第2个主角呢，就是这一盏黄铜水晶吊灯。在美式风格中呢，黄铜水晶灯的应用其实是非常广泛的。这个灯的设计，我个人很喜欢，非常的典雅和大气。那这个灯其实它的市价并不低，作为一盏主灯来讲，价格不算便宜。在摸到它的这个水晶片和黄铜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是完全不留指纹，就是看着就很高级。所以有的时候呢，质感也是需要金钱来堆积的。把努力赚钱打在公屏上。那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挑选这样的黄铜灯。
我觉得有2个注意事项。第一呢，就是记住去选择真正的铜材质，而不是铁艺电镀的，去模仿铜，因为它们的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呢，就是在造型上，因为我们说是轻奢，而不是那种非常奢华的感觉，所以它的设计呢，一定要尽可能的低调简约，而不是让人觉得好像是暴发户这个土财主一样。那这次我们还做了一个硬装的改造，就是将原本跟客厅相连的主阳台的推拉门整个的推掉，让阳台并入到整个的公共区域中。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其实这个房子的楼层非常的高，大概有30多层，而且外面是有远山和海景，景色呢是相当的漂亮的。那为了给屋主带来更加开阔的视野呢，我们就建议他将这个阳台用落地窗重新包起来，然后把推拉门给推掉，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空间其实是相当的宽敞的。那我们在包好的阳台这一边呢，是定制了顶天立地的家政柜，将烘干机内嵌进去，同时设计了一个高柜，这样就可以来存放它的吸尘器啊，或者是蒸汽拖把这些较高的电器。上面的吊柜呢，可以存放不常用的杂物或者是囤物。同时这个柜子呢，也可以成为客厅这一区的一个补充的收纳。很多人会问说，我家里只有一个阳台，如果我把阳台包进来，那我去哪里晾衣服呢？其实根据我们过往的经验来讲的话，因为现在烘干机已经成为一个家庭的标配了，再搭上一个可以升降的晾衣杆，是完全可以解决晒衣服的这个问题的。那在跟屋主沟通完他们目前的居住生活习惯和未来家庭成员的变化之后呢，我们对这个长形的区域进行了这样的划分。首先我们用一个较高的斗柜将客厅和玄关做了区分。那玄关这一边呢，未来就会成为儿童玩耍区，因为他们计划短期内就要小宝宝。有了小宝宝之后，会需要一个独立的地面的空间，让宝宝可以爬行和玩耍。如果仍然是在客厅这一区呢，就会造成空间的混乱。那这边空出来的位置呢，以后有了小宝宝之后，就可以铺上软垫或者是地毯，加上小帐篷、围栏，还有一些玩具，就可以成为宝宝玩耍的一个非常独立的区域了。那在宝宝出生之前呢，这个区域就会成为女主人一个类似于衣帽间的功能。我们在一进门这面墙呢，是做了一整面的定制柜，因为我们知道女主人她有超多的包包、鞋子需要收纳，这里面呢全部都是她的物品。那因为做的都是高柜，当宝宝出生之后，她的童车、玩具车还有玩具呢，其实也都可以收纳进来。那在玄关的另外一面墙呢，我们是利用石膏线做了一个非常有造型的背景墙，前面搭配上很有设计感的落地穿衣镜和换鞋凳，这样呢，屋主就可以在临出门前从鞋柜里拿出鞋子，坐在换鞋凳上换鞋，然后拿出包包，在这边去做一些搭配呀，或者是替换，就非常的方便啦。在一开始跟我们沟通的时候呢，业主就跟我们说了一个他的烦恼，因为他会经常请朋友来家里做客，同时呢他自己买了超级多的这个小家电，还有各种精美的餐具和厨具，可是他的厨房超级小，这些东西都放不下，所以呢他希望我们能帮他在这一块增加一些存储空间。那最好的形式呢，肯定是离厨房最近的餐厅区域，所以呢我们就在这边去想办法。原本的餐厅呢，其实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有一个弃之可惜用之无味的大飘窗。在寸土寸金的城市，飘窗都是钱呐，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决定保留这个飘窗，但是要把它用上。最终我们就在这个餐厅呢做了一个超级大容量的 L 型转角餐边柜，具体是怎么做的呢？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那在靠墙这边比较长的区呢，是做了吊柜和地柜的形式，台面使用了石英石，防火防水，这样呢就可以来存放它的像咖啡机、热水壶、豆浆机等等的小家电。我们在后面呢还增加了4个插座位，这样足够来供这些电器使用。
那在飘窗上面呢，是增加了几个比较好抽拉的抽屉，台面的高度呢也做成了跟另外一区同高，这样看起来呢会更为的舒适。飘窗这一区，它主要是作为一个备餐台来使用，比如说家里来客人了，就可以把餐桌上放不下的一些餐盘，还有酒都可以放到这个上面来，相当于呢我们是在餐厅帮他做了第2个厨房。那餐桌椅的选择呢，跟我们整体风格是一脉相承。餐桌的台面是大理石材质，下面呢是一个不锈钢金属拉丝的工艺，整体都是非常有质感的材质。而餐椅呢也是非常经典的马鞍皮餐椅，颜色跟我们的餐边柜相呼应。那整体餐厅呈现出来的感觉呢，就是又奢华又低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看一下主卧吧。因为卧室呢属于偏私密性的空间，所以在主卧这边的设计呢，会比客厅更偏向于是女主人喜欢的这种温柔、浪漫、偏女性的色彩。在床头背景墙呢，我们做了比较特别的一个设计。首先呢，采用了一个分色，一边是浅粉，一边是藕粉。那么2个颜色的碰撞呢，其实更能强烈的呈现出这种很温柔的气质。那在客厅跟大家说过，其实一个空间的一个质感是由这个里面的一件主家具所营造出来的。那在卧室，这个主家具当然就是我们的床了。那我们这次选的床呢，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美式造型的床，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靠背其实是非常高的，而且使用的是这样的一个拉扣的经典设计，也是用到了这样的一个丝绒材质，这种浅灰色跟我们粉色的墙面去做撞色，就是一个非常浪漫、非常温柔的感觉。那我们在床的2侧呢是有安置这个梳妆台和床头柜，为了让空间更加的轻盈呢，那这个床头柜和梳妆台我们在材质上增加了一些亚克力的元素，会更为的清透，并且亚克力这种清透的材质配上金属角，看起来就更加的有轻奢感了。那像梳妆台的把手呢，都是使用到的这样的一个亚克力材质，配上一个小小的金属的底座，就会看起来特别的轻奢。那在台灯的选择上呢，也是同样的道理，上面也是亚克力的材质搭配上金属的底座。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叫做和谐和统一，就是在材质上、颜色上有所呼应，那么整个空间呢，其实它就有这种统一的感觉了。那主卧的吊灯呢，我们为了强化这种温柔浪漫的女性气质，其实也是挑选了比较独特的造型。首先呢，是增加了一个欧式的灯盘，它的线条呢跟我们墙面上的石膏线其实是有所呼应。另外在灯的造型上呢，是挑选了一片一片的水晶叶子，就仿佛置身于一片落英之中。同时我们在前面增加了线条更为复杂的石膏线，那这个石膏线呢，也会让整个空间有非常浪漫的这种感觉。那说起这个石膏线呢，真是说起来都是泪，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工人师傅答应的好好的，那做完了给我们看的时候发现，他把分色墙面的颜色都做好了，然而他才把这个石膏线白色的贴上去。于是我们看到的就是粉色的墙面前面有一个非常白、非常粗、非常糙的石膏线，跟我们的设计方案是完全不一致的。那这个时候问题是已经粘上去了，还撕不下来，所以沟通了好久，最后业主呢还是决定说我们去拆吧。那在拆的时候呢，又发现了新的问题，因为这个是精装房，它的墙面的质量非常的差，在我们拆这个石膏线的时候，这个墙面就一直在往下落粉。于是不得已又重新把全部的墙都拆掉，重新做基底，重新补腻子，重新贴石膏线，重新刷漆，最后才得到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所以装修中间真的是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但是幸好结果是好的。次卧呢是作为老人房来使用的，在颜色上呢是做了粉紫色的一个同色系渐变，特别的温柔和舒缓，很适合卧室这样的一个睡眠空间。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的支持。如果想要了解更多一系的设计案例，请多多关注一系设计哦。